大家好，对于随心随性的王一博来说，全能人有全能人的优势，自由身也有自由身的烦恼。现在的他正在经历云飞姐姐赵丽颖当年所经历过的种种的烦恼。不同的是，赵丽颖当年没有舒适区，更没有退路，所以下决心也是分分钟的事情。这点王一博真的不一样。现在的他有公司一哥的身份，有千万团宠的舒适感，或许这也是公司乐华唯一可以拿捏他的大碗的迷魂汤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的前路可以走得更加的畅顺。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如果说王一博10年约满恢复自由身的话，凭着他一夜爆红的过人的资质、潜力无穷的个人的魅力，以及吉星高照的灿烂的星运，在众多选项当中，他完全可以选择复刻云飞姐姐的成功之路，去自立门户，去创立个人的品牌工作室。然而，或许您不太了解的是，事业上居然还会有一种叫做藕断丝连的工作室创立模式，或许这也是一条最大程度上降低个人风险的安全之路。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王一博的合约现状。也就是说，王一博与乐华之间存在着那份即将到期的10年合约，它属于经纪合同或者说演艺合同，里面注明了乐华娱乐对王一博的众多约束性的条款，比如不能谈恋爱，不能接私活，不能自主接受采访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的个人的行为。跟着乐华也有义务为王一博提供合约承诺的各项的福利和帮助，例如1年接拍2部戏，而且至少有1部电视剧必须得在一线的上星卫视中播出，至少要有1部投资过亿的电影等等等等。而这种福利说实在的，跟公司的财年预算和资本的喜好口味息息相关。所以也就2015年到2016年是王一博获得乐华福利最多的年份，其中包括《梦想合伙人》等3部电影，《人间至味是清欢》这部电视剧，以及正式成为天天兄弟等等。在这里我只想说上一句，乐华的福利其实因为公司的重点不断的调整，让老实本分的王一博着实吃了不少的哑巴亏，这是后话。当然，站在杜华和乐华的立场，运营一家大型的企业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围绕王一博的工作人员一个都不能少，包括经纪人、执行人、业务员、化妆师、服装师、造型师等等，这些人的工资和工作内容都要由乐华直接去负责，直接去调配。所以顶流王一博协助公司赚取的利润，包括拍戏的片酬、通告的费用等等，注定都是10年如一日，都必须得按照10年前的合同所规定的分成比例被乐华抽佣。常规上讲，经纪合同当中艺人拿到1成，公司拿9成，这是比比皆是的潜规则。所以现在的王一博演艺事业和规划依旧由乐华娱乐说了算，因为配套的资源都是乐华提供的，所以即便王一博现在已经化身成为了乐华最为成功的亲生儿子，但他依旧需要听从乐华整盘棋的规划和安排，他依旧是一个棋子，依旧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打工仔的地位。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王一博既然离下的苦逼1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他的成就、他的影响力以及他的粉丝群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滚越多，商业价值也随之疯狂的水涨船高。这就是乐华现在最大的烦恼之一了。
因为资源有限，乐华自己肯定没法从 A 模式调到 B 模式，从韩流一下子变成日流，这完全不可能。那么如何成功留住王一博呢？其中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貌似双赢、藕断丝连的工作室模式。这是一种什么模式呢？首先，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什么是工作室的概念。工作室是一种个人独资的企业，简称个独。或许满大街的有限公司已经让大家听到耳朵生茧了。那么这种几乎所有明星都喜欢的个人独资的工作室概念，跟烂大街的有限公司的概念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有，而且很大。区别就在于缴税的多少，也就是明星们税后的钱可以拿多些还是拿少些的巨大的区别。众所周知，有限公司所涉及的税种有增值税、增值税附加和高达 25% 的企业所得税，以及阶梯计算的个人所得税，一共有4种。而工作室，也就是个人独资的企业，按照现行的税法，一下子就能免掉 25% 的企业所得税，这绝对是影响明星收入的一个最大头了。其他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增值税附加中，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是灵活性更大的超额累进的税率计算方式。也就是说，王一博开工作室的话，不仅赚的钱保证都能代代平安，更能让他进入精打细算的节税模式。说到这儿，重点就来了，工作室其实也是个不那么简单的概念。细分的话，又有3种不同模式的工作室。第一种就是以艺人为核心的独立工作室，这种工作室独立性最强，实际上等同于麻雀型的经纪演艺公司，也就是小号的乐华公司了。赵丽颖的工作室就是这种完全独立的工作室了，而且旗下他已经有了2位跟随已久的艺人了，完全就是迷你版的乐华公司。以赵丽颖为例，他就不仅自己当老板，同时也对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以及旗下的2名艺人负责。工作室的一切支出和经费都来源于赵丽颖自己的口袋，因此工作室的一切收入也都归100%的持股人赵丽颖所有了。第二种就是以经纪人为核心的独立工作室，这种工作室独立性稍差，因为经纪人工作室就像是一个皮包公司，因为这些经纪人有艺人的资源，有对口的资本，负责的主要就是调配的工作，因此背后的资金流会相当的复杂，没有第一种那么简单。2019年12月26号，王一博的前经纪人康文其实就是因为想筹办这种独立工作室而突然间被抓的。因为当年思想活络的他，就是因为王一博的突然间大火，一时烧脑了，想自立门户了，结果就坏事了。毕竟杜华也是一个眼里不能揉沙子的人，这也搞得王一博再也没有专属的经纪人了，只有公司的代理经纪。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杜华的另外一面也是贼精吧。第3种就是依附依托原来公司的个人工作室，这就是乐华公司最后最强大的讨价还价的底牌了。这种工作室独立性最差，只是好歹它真的既满足了艺人谋求独立的需要，也能让出过钱出过力的原公司藕断丝连，不至于鸡飞蛋打。这种模式的操作其实不难，甚至更加的简单，也就是乐华公司从本公司分配出几个员工，甚至还可以是那些跟王一博相熟的员工，专职去帮助王一博进行他想要的演艺规划和具体的执行，完全围绕和听从王一博的安排和调遣。乐华公司不会干预，这相当于直接把迷你版的乐华移植拷贝到了王一博的个人工作室了。
这些工作人员的收入有可能直接来源于乐华，也有可能是挂名乐华罢了。实际上的工资发放都由王一博自己负责，乐华依旧会为王一博提供相关的成熟的影视资源和业务脉络，只是王一博完全可以自主决定，选择去接受或者选择去拒绝。这实际上是一种较为宽松的合同的方式。王一博可以不必担心自己假如完全独立的话，需要独立去面对那些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的头痛事和麻烦事。另外一方面，他也完全可以对乐华说不了，完全可以在公司原有成熟的资源基础上，自己争取更好的商演机会，自己选择更赚的演艺活动了。只是一则某种程度上独立的王一博依旧是受制于人，二则赚的钱还是需要跟乐华分成的，即便分成的比例会特别的高。三则思维定势会固化下来，没法拥有赵丽颖那种自己打拼天下的更高的眼界和更高的追求。王一博个人工作室的门现在似乎正在缓缓的打开，乐华为此正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先行一步的赵丽颖其实也在正视着美好的未来。说到这，您如果站在王一博的立场，会选择打开3道门中的哪一扇门呢？赵丽颖手中那把最好的彻底独立的黄金的钥匙，是否真的适合王一博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您最美的祝福、最好的想法、最实在的关心。多谢您的参与。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斐夫妇合体，无论商业合体还是荧幕合体，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些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宝贵的时间。2月13日，央视网关于绝望的文盲的发文轰然出街后，部分王一博的真爱粉丝到处宣传此央视网并非彼央视，是某些媒体集团的恶意重伤。结果2天后，8大官媒集体发文，继续怒批绝望的文盲。所以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也真的是蓝得苦口婆心了。因为自始至终尬吹尬黑一把刀，代眼识人你我他。真爱千万不要老是给黑粉递刀子，因为正主王一博真的很累。自从乌镇事件之后，这种累真的没人懂。巧合的是，网上连续2天都出现了王一博的路透，而且都是由站姐拍下，想来都是与王一博目前工作无关的。粉丝们倒也没有一门心思的高喊着抵制了，毕竟谁不想看看自家新鲜的爱豆呢？因为没有正式官宣，很多人不知道王一博在结束了无名的路演之后，他究竟去干什么了，都以为他逃避舆论，闲赋在家，实际上人家早就进组了。沸沸扬扬的剧组改名风波，从长风破浪到光明之路，再到如今的金色征途，这个资源终于是定好了名字，按照计划估计会在4月底左右杀青。而从这2天流传出来的路透来看，王一博对这个角色也是做出来很大的努力的。虽然内娱都知道王一博是脸小肩宽的典范，但在宣传无名时，王一博穿着带有无名字样的卫衣，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他身材还是稍显消瘦的。而从路透来看，在新剧中，王一博的身材倒有点接近韩漫中的双开门冰箱了。Zman 我感觉这次的路透亮点就是王一博的生图状态。这次明晃晃还没睡醒的王一博从车里出来，脸上还没有上妆，素颜出镜，但已经穿好属于微弱来的衣服。懵的一看，真是头小肩宽，丝韩漫少年从此有了脸。可以说，这些日子他的累已经是超负荷了。这跟背后资本的疯狂运作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之前的博纳
活脱脱就像一台榨汁吸血的怪兽机器。各种原因 Zinman 我稍后详谈，因为王炸姐姐赵丽颖深有体会王炸弟弟的万般不容易。王一博现在一部作品在拍，一部作品在上映，一部作品待上映，后面还有3、4个电影作品等待着档期。王一博的行程的确是被安排得很满。当然了，说根到底，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Zinman 我现在实实在在更关心学习和飞跃的时间。为什么 Zinman 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话是王一博自己说的。王一博谈自己的妈妈时，妈妈还挺认真的，不是很爱开玩笑。我喜欢的东西她都会支持我去做，因为我姥姥就跟她说了，让我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不管做什么我妈都顺着我。很感谢我妈吧，就是特别惯我，然后也很支持我，才有了今天的我吧。原生家庭影响太大了，父母给予孩子的认知，即不过分溺爱又不过分干预，在孩子可承受自己认为可以自我调节处理的范围内，尽情释放自己，充分认知自我能力，但绝对不造成自我强势、盲目自大。挫折和成就相辅相成，这就是原生家庭带给王一博一生最大的财富。无价的性格决定人生，就欣赏王一博的性格，做自己，不迎合别人，不在乎外界的声音，努力坦荡。王一博能在14岁就能明白自己要选什么专业，而且全力以赴的刻苦学习了4年，这可比一般大学生厉害多了。所以他能在22岁，当别人还大学刚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能成为了顶尖舞者，成为了专业人士。小时候爸妈教育过我们，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写作业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玩游戏的时候不能吃饭。明星也是人，他们也不可能一心多用却样样做得好。为什么 Zinman 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在资本的运作下，演员并不是单纯的演员了，他们是明星，需要同时接综艺、拍广告，甚至还有亚戏。资本不让他们休息，他们自己也不敢休息，因为他们害怕错过机会，害怕自己不红了。有一位参演过《苍兰诀》、与君初相识、冰与火，也就是体验过各大爆剧、搭伙过王一博的郭晓婷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前几年跑剧组一直被拒绝，他无奈接了很多不想接的本子，发现很多剧组拍戏就像拍 MV 一样，导演要求演员走到一个地方转身，然后要流几滴泪，这个镜头就结束了，下一个镜头是演员要怎样说台词，按照标准转身，一场戏糊里糊涂就拍完了，完全不需要演员的思考。该现象发生的因素固然有剧组不负责导致，也有一个很直观的原因，是演员不会演戏，只能这样子走形式，被资本裹挟，以流量为王，很容易导致一个现象：有演技的没戏演，有戏演的演技不足。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资本捧起来的演员，时常被人诟病不够努力。实际上，这2年，资本的宠儿都因为蛋糕的缘故，异常的紧绷和紧张。在新闻中有很多报道，明星忽然晕倒，原因竟是因为长时间不睡觉导致。以上新闻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诞？但这就是很多明星的现状。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问我，只想说，7年群演路苦难了赵丽颖，却也同时间造就了赵丽颖。赵丽颖成长在一个适合她的时代，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综艺，演员不需要跑那么多的活动，她有时间钻研演技。自幼成长环境和成名后的被黑过往，将外表软萌的她内心锻炼得无比强大。她一直是个有自己思考和想法的人。如今时代不同了，观众的审美也变了。资本如果按照赵丽颖的成名之路再去塑造一个赵丽颖，那将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如果塑造成功了，赵丽颖的独特性就不存在了，观众喜欢的就是独一无二的长成大女主的赵丽颖啊。同时对另一位女演员也不公平，她是下一个赵丽颖，却永远不是她自己。另一方面，即使形象塑造成功了，但实力不可复制。赵丽颖的成功除了机会和运气，更大的原因是她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当年花千骨的爆火，直接将赵丽颖推上了一线小花的地位，再加上《杉杉来了》《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一部部好作品的输出，让她晋升为实力派的代表。
仔细看花千骨所属的仙侠题材，在之前一直有《仙剑奇侠传》系列压制着，到了赵丽颖手里，她凭借自己的实力，让她成为仙侠剧的又一代表作品。圆圆的脸蛋和萌萌的表情，前期的花千骨单纯却勇敢。只为了一个即将忘掉的人，就敢只身闯进长流。后期花千骨一步步成长变化，一片痴心给到了师傅白子画。不过伦理观念压住了花千骨的冲动，他爱却不能爱，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师傅，守护着长流。此时赵丽颖的表演方式完全变了，她再也没有最初的懵懂，而是一片赤诚和刚毅。通过赵丽颖的表演，直接展现了花千骨的成长变化。而这种变化就好像是一个自然的长大，并不是单纯演绎出来的，这就是演技。所以这大概就是为何资本进入到2022年、2023年后再难捧出第二个赵丽颖的原因吧。盲目的追求形似，不过是有了一时的流量，如果实力相差太过悬殊，观众只会更加怀念赵丽颖的好。